10种越冻反而越好吃的神奇生鲜，轻松搞定长期备菜。第1名解冻后鲜味直接翻倍。生鲜放冰箱冻久了，表面发白了，就是变质报废吗？其实，在你肉眼无法察觉的微观世界里，零下10几度的低温，正悄悄给这些特定食材进行着一场跨越时间的风味熟成。第10名，带壳的新鲜栗子。很多人买回鲜栗子，放在室温下很容易生芽或长霉。如果放入冷藏室，水分又会迅速流失，导致干瘪。但如果将它们带壳直接冷冻，奇妙的生化反应就会发生。在低温刺激下，植物细胞为了抵抗寒冷，会启动一种叫做冷甜化的自我保护机制。它们体内的部分淀粉酶会保持微弱的活性，缓慢地将粗糙的淀粉分解为小分子的多糖和单糖。将带壳的鲜栗子密封冷冻半年，不需要解冻，直接下锅水煮或烘烤。你会发现，冻过的栗子不仅肉质依旧紧实饱满，甜度反而有了显著的提升。而且，由于冷热交替的物理收缩，栗子壳和果肉会自然分离，剥壳变得异常轻松。第9名，肉馅。很多人把买回来的肉馅直接揉成一个保龄球扔进冷冻室，解冻时外面化了，里面还是冰疙瘩，极易滋生细菌。真正的后厨操作是把肉馅装进密封保鲜袋，用擀面杖压成只有几毫米厚的薄饼，然后用筷子在上面压出9宫格的折痕，再平放冷冻。用的时候根本不需要解冻，像掰巧克力一样掰下一小块，扔进热锅里，10秒钟瞬间化开炒熟。不仅节约空间，更斩断了细菌在缓慢解冻时繁衍的温床。第8名，五花肉。鲜软的五花肉，即便是大厨也很难切得薄如纸片。利用冰箱的微冻效应，把软趴趴的鲜肉放进冷冻室1到2个小时，或者把冻肉拿出来室温放置半小时，让它处于外围结冰、中心微硬的半冻结状态。此时肉的纤维被冰晶牢牢固定，你可以轻松切出透明的薄片，下锅做回锅肉或涮火锅，口感无敌紧实。第7名，厚切牛排。权威的美食实验室证实，厚度超过2.5厘米的冻牛排千万不要解冻，直接下锅煎，口感反而更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冻牛排的表面水分早已凝结，接触高温热油时能瞬间发生剧烈的美拉德反应，形成焦脆外壳。而由于内部还是冰冻状态，热量传导缓慢，它绝对不会出现边缘肉质过老的情况。外焦里嫩，汁水被完美锁死在中心，这是米其林级别的锁汁黑科技。第6名，鱿鱼。新鲜的八爪鱼肌肉纤维极其强韧，煮熟后往往像胶，但在零下18度的环境里，八爪鱼细胞内的水分结成锋利的冰晶。这些微小的冰晶如同无数把手术刀，会在微观层面上切断那些致密的胶原蛋白和结缔组织。冷冻存放1个月后再拿出来白灼或爆炒，原本强韧的肌肉被物理软化，口感不仅不柴，反而变得出乎意料的爽脆弹牙。第5名，带壳海虾。虾肉冷冻久了发干，是因为冰箱冷冻室本质上是一个极度干燥的抽湿机。不要直接把虾扔进塑料袋，找一个保鲜盒，放入大虾，倒入清水，直到完全淹没虾身，连水带虾冻成一块冰砖。这层坚不可摧的冰壳实现了绝对的无氧与锁水结界。半年后，连冰块一起化冻，虾肉依然闪耀着半透明的光泽，水煮后紧实弹牙，与刚捞出海时毫无二致。第4名，猪油。猪油、牛油或黄油最大的敌人是光照和热量引发的氧化酸败，会产生难闻的哈喇味。在零下18度的无光环境里，油脂的链式氧化反应被强行按下了暂停键。只要用不透光的锡纸紧紧包裹，隔绝冰箱异味，一块高品质的油脂放在冷冻室里2-3年，拿出来切一块炒菜或煎牛排，那股纯粹的汁香依然浓郁霸道。第3名，带骨的猪排骨与大骨头。切片的纯瘦肉冷冻久了容易发柴，但带骨的排骨却是个例外。骨头外层包裹着一层致密的骨膜，而骨骼内部充满了富含脂质的骨髓。这层天然的骨膜和脂肪结构犹如一层强效的防护装甲，能够有效抵御冷冻环境下的水分升华。同时，附着在骨头上的肉类，其肌肉纤维通常与结缔组织交织得十分紧密，冰晶很难造成大规模的细胞撕裂。存放排骨时，只需用保鲜膜将其紧紧包裹，挤出多余的空气，再装入密封袋中。半年后拿出来炖汤，骨髓中的汁香依然浓郁，贴骨肉的口感依旧充满嚼劲，丝毫不会出现松散软烂的情况。第2名，整只的家禽。如果把鸡胸肉切成小块冷冻，边缘很快就会出现发白发干的脱水现象。但如果是一整只鸡或鸭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。家禽的表面覆盖着一层致密且富含皮下脂肪的完整皮肤，这层天然的生物屏障完美的将内部的鸡腿、鸡胸等瘦肉包裹起来，阻断了冷冻室干燥冷风的直接侵袭。遇到节日打折，大可以放心囤积整只的白条鸡或白条鸭，只需确保外包装的密封性良好，半年后拿出来化冻炖煮，
由于内部水分被皮肤牢牢锁住，撕开鸡腿的瞬间，肉质依然丝丝分明，汁水充盈。第1名，鲜活的花甲。鲜活的花甲在缓慢降温的冷冻过程中，生物本能会让它们进入严重的应激状态。为了防止细胞液结冰，它们会紧急分解体内的糖原，这会生成大量的琥珀酸与游离谷氨酸。这2种物质正是海鲜鲜味的核心密码。冷冻硬生生把它们的鲜度逼到了极致，而且贝类的闭壳肌极其强韧，且带有坚硬的外壳保护，哪怕冷冻半年，肉质也不会发生明显的脱水萎缩。但要注意，必须是活的，土净沙的花甲才能冷冻。吃的时候不要解冻，一旦解冻，鲜美的汁水就会流失。正确的做法是，水烧开后，将冻得像石头一样的花甲直接扔进沸水中。急速的高温会让贝壳瞬间受热张开，肉质在瞬间烫熟。此时你品尝一口，你会震撼于这冷冻了大半年的花甲，其鲜甜与弹牙程度竟然比刚从海里捞出来时还要浓烈几分。好了，如果你觉得本期视频让你对食物的储存与风味有了全新的认识，请不要吝啬你的点赞与收藏，并转发给家里平时舍不得扔又不知道怎么存的长辈们。感谢您的观看，下期也会给您带来更精彩的内容。